Hello， 我是小金。一架班机为何起飞后却突然消失了？等到37年过后又返回地面，这事情还登上了当时的世界新闻周刊。但是，请你先记得一下，这张目击者图片是长这个样子。我们等等还会讲到它。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始末。时间回到1955年7月2号，一架泛美航空914班机从纽约起飞，原定在傍晚的6点多应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机场降落，但是在下午4点16分，飞机却在雷达上不见了，无线电也都没有回应，一架班机就突然消失了。这当然非同小可，美国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搜救搜索行动，但是好几个月过后，依然还是没有发现泛美914班机的残骸，也没有找到任何遇难的机上乘客。整起事件发展到这实在是太不寻常了。于是当时社会舆论就怀疑这泛美914班机可能是坠入大海中了吗？要不然就是被外星人劫持了吗？而在此同时，保险公司也针对了飞机上的57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都给家属进行了死亡理赔。但事情却在多年后出现了离奇发展。就在37年过后，时间来到1992年3月9号，位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卡拉加机场突然接收到一架客机想要降落的信号，机长表示说：“我们是泛美航空914班机。”机场人员回应他：“这里是委内瑞拉卡拉加机场，请问你们是来自哪里？”机长在听了之后很惊讶地说道：“我们是从纽约要飞往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机场，怎么会飞到这里来呢？”接着，这架当时早就被淘汰的道格拉斯型客机就降落着陆了。但因为事情太不对劲了，机场警卫们都赶过来戒备，而泛美914航班机长还把飞行日记交了出来，想要证明他们就是从纽约要飞往佛罗里达的班机。结果卡拉加机场人员一看到日记上的起飞时间都吓到了，因为这班机真的是从1955年起飞的。但后来这架班机却消失在委内瑞拉，又飞回到美国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机场。而当机上的旅客们终于回到家见到亲友时，亲人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些人怎么都没有变老居然还是37年前的模样好，听到这是不是觉得泛美914班机是不是飞进了虫洞，或者是进入了时光隧道，让机上的所有人都成为了时空旅人呢？实在是太神奇了，对，我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我们还是要回头来面对现实，要跟大家说，这故事神奇归神奇，但是以下这3个部分都凸显整起事件是说不通的。首先就来看看曾经刊出这起事件的媒体《世界新闻周刊》，看好这个版本说是揭露航空史上的最大谜团独家新闻。1955年从纽约起飞，但落地时间是1985年降落在卡拉加机场，也就是说飞了30年。但是后来《世界新闻周刊》又2度刊登这次事件时，又变成说是飞了37年，那就是飞到1992年咯。但一架飞机的落地时间怎么可能会有2种版本？这说得过去吗？再来就是刚刚影片一开始要大家仔细看的这个版本。报道下方，你看那一位目击的航空管制员，他叫胡安·科特。但是另一次刊登时，这位胡安·科特怎么就变成了一张比较帅气的脸呢？难道那时候委内瑞拉就有先进的整形技术了吗？同一次事件刊登3次。3次竟然都有不同的内容，相当诡异。不过大家要知道，《世界新闻周刊》本来就是会报道一些没有经过查证的内容，博君一笑的娱乐效果居多啦。那我们就来看看记录了全世界空难事件的日内瓦飞机事故档案局的资料。1955年的7月2号，还真的有发生飞机事故，但是地点是在当时还是苏联的纳古尔斯科耶空军基地。当时因为起了大雾，飞机在进场时发生了撞击意外。而至于在1955年7月最严重的3起飞安事故，则分别为7月27号，一架以色列航空402号班机误入保加利亚的领空，结果遭到2架米格15战斗机射击，以色列航空班机在空中解体，机上58人全部罹难。第2起则是7月17号，美国布兰尼夫航空一架客机在芝加哥进场时，疑似发生了短暂迷失方向，飞机高速下降而发生了憾事。飞机上43人当中有22人不幸丧命。
至于第3起是发生在7月14号，一架墨西哥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 DC-2 客机在哈瓦卡州撞上了山坡坠机，夺走了机上共22条性命。也就是看了一下这些资料，完全都没有记载到泛美914航班的出事记录啊。刚刚说故事发生的年代是在1955年，而在那个时候，其实泛美航空还没有飞国内线呢。泛美航空最早期做的是水上飞机，以运送美国、古巴的航空邮件为主，后来才慢慢成为了知名的航空公司。一直到1979年，美国国内的空运管制被解除了，泛美航空才正式经营国内航线。所以话说回来，1955年泛美根本就不可能会有914班机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虽然1970年代泛美已经是全球超大型的航空公司了，但因为被并购案给拖垮。再加上发生了洛克比空难重伤形象，以及波斯湾战争后运量减少，泛美还卖掉了可以赚钱的航线。结果就在1991年1月，泛美航空终于撑不住，宣布破产了。也就是这家航空公司已经不存在，自然也就没有人出来针对泛美914是真是假来辟谣澄清了。但时空穿越的剧情啊，还是令大家很着迷，对吧？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朋友，也请给我们按赞、按订阅。下次见喽，拜拜。